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亲密关系。现在是深夜，你躺在床上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。也许今天白天刚和伴侣吵了一架，话赶话说了伤人的话，现在心里堵得慌。也许你已经单身很久，看着朋友圈里别人的恩爱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。又或者你正处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像被困在一团迷雾里。我懂这种感觉，深夜最容易让人胡思乱想，尤其是关于感情的事。所以今晚我想和你聊聊这本书，罗兰·米勒的亲密关系第6版。这本书我放在床头读了大半个月，很多章节读得我直叹气，因为写得太准了，准到像是有人把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摊开来看。罗兰·米勒是美国休斯顿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，研究亲密关系超过30年。这本书不是那种教你3招搞定男人或者5天挽回前任的鸡汤，它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，但写得特别接地气。米勒用了大量的实验数据、真实案例，把爱情这件事拆解得明明白白。我读的时候经常想，要是早10年读到这本书，我大概能少受很多感情的苦。但话说回来，有些书就是要到了一定年纪才能读进去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特别的，爱情应该是轰轰烈烈的，怎么可能被几个心理学实验就解释清楚呢？直到摔过几次跟头，才发现原来人性的规律真的不分你我。这本书有500多页，涵盖了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，从吸引到分手，从沟通到性爱，从嫉妒到背叛。我挑了最核心的4个部分和你分享，都是我觉得对普通人最有用的内容。我们会聊到为什么我们会爱上特定的人，为什么热恋期总会过去，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总是话赶话，越吵越凶，以及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长久。先从第1部分开始，吸引力的秘密。米勒在书里说，吸引力其实是有公式可循的。这个公式听起来有点冷冰冰，但听完你可能会恍然大悟。吸引力的基础是临近性，也就是物理距离。我们更容易喜欢上身边的人，不是因为缘分，而是因为方便。这个发现让我愣了一下，因为我以前总觉得真爱应该是跨越山海的，但数据不会说谎。研究发现，大学生的恋爱对象超过一半住在距离自己5条街以内的地方。宿舍楼的布局都会影响谁和谁在一起，住得近的更容易成为情侣。但这只是第1步，临近性之后是长相吸引力。米勒坦诚地说，这是个看脸的世界，而且男女都一样。我们总以为男人更看重外貌，但实验数据显示，女性在选择短期伴侣时，对长相的要求一点也不比男性低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大家都喜欢好看的人，但大多数人最终选择的伴侣，长相水平是和自己差不多的。这叫匹配现象。我们不会去够自己够不到的人，而是会在潜意识里找一个和自己条件相当的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起以前一个朋友的经历。他特别优秀，学历高，收入好，但长相普通。他总说自己要求不高，只要人好就行。但每次介绍的对象，只要长相稍差一点的，他见完面就没下文了。后来他终于承认，他其实也在乎外貌，只是不好意思说。米勒在书里引用了大量这种实验，让我们看到自己不愿意承认的真实偏好。吸引力的第3个要素是相似性。我们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，从态度、价值观到兴趣爱好。这个发现有点反直觉，因为人们常说互补的人更适合在一起，但米勒说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。长期关系里，相似性比互补性更能预测幸福。2个人都外向或者都内向，比一外一内更容易相处。
两个人对金钱的态度一致，比一个人节俭一个人挥霍更能减少矛盾。书里有个实验特别有意思，研究人员让一群陌生人参加舞会，随机配对跳舞。舞会结束后，问他们有没有看上对方。结果发现，决定他们是否想再见面的，不是对方的外貌或者舞技，而是对方和自己有多少相似之处。哪怕只是发现对方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州，喜欢同一种音乐，好感度都会大幅提升。这让我想起相亲的时候那种聊不来的感觉。有时候对方条件挺好的，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对，可能就是相似性在作祟。我们的大脑在快速扫描，寻找那个和自己频率一致的人，但吸引力只是开始。米勒说，亲密关系的发展有4个阶段，从第一次相遇到深度依恋，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特点和陷阱。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，就是刚认识的时候。这时候我们在互相试探，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米勒说，这个阶段有个关键词叫自我监控，也就是我们会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。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在社交场合更如鱼得水，但长期看，过度自我监控可能会让人疲惫，因为一直在表演。第二阶段是试验阶段，我们开始交换更多的个人信息，测试对方是不是值得信任。书里提到一个社会渗透理论，说关系的发展就像剥洋葱，从外层肤浅的话题慢慢深入到核心的私密感受。这个过程应该是双向的，如果只有一方在暴露自己，另一方始终有所保留，关系就很难深入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停下来想了想，我以前有过一段关系，总是我在说，对方在听。我当时觉得这是信任的表现，但读了书才明白，这种不对称的暴露其实是一种危险信号。真正亲密的关系应该是2个人轮流脆弱，而不是一个人永远在舞台上。第3阶段是强化阶段，这时候关系变得更亲密，我们开始公开承认这段感情，把对方介绍给朋友家人。米勒说，这个阶段的关键是承诺，但承诺分2种，一种是约束承诺，就是觉得分手代价太高，不如将就；一种是献身承诺，就是真心想和这个人共度未来。只有献身承诺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。最后一个阶段是整合阶段，2个人的生活开始交融，形成我们的概念。这时候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保持亲密的同时不失去自我。米勒引用了很多研究，说那些在关系里还能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满意度最高，完全依赖对方或者完全独立都不利于长期幸福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聊聊书里最让我震撼的部分，关于依恋类型。米勒用了整整1章来讲这个，因为这是理解亲密关系的核心。我们的依恋类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时期和父母的互动模式，而且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感情模式。依恋类型分4种，第一种是安全型，大概占人群的50%到60%。这类人从小得到父母稳定的爱，长大后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也相信别人会对自己好。他们在关系里既不焦虑也不回避，能够舒服的亲密，也能够舒服的独处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羡慕。我不是安全型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。第2种是焦虑型，这类人总是担心被抛弃，需要不断地确认对方的爱。他们可能会频繁地打电话查岗，会因为对方回复消息慢了而胡思乱想，会在关系里过度付出，因为害怕失去。米勒说，焦虑型的人有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对威胁特别敏感，能捕捉到伴侣最细微的情绪变化，但这种敏感往往是过度解读。第3种是回避型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独立，甚至有点冷漠，但其实内心深处也渴望亲密。
只是害怕受伤。回避型的人不习惯依赖别人，也不习惯被别人依赖。当关系变得太亲密时，他们会感到窒息，想要逃离。米勒说，很多渣男渣女其实是回避型，他们不是不爱，是爱让他们恐惧。第4种是恐惧型，也叫紊乱型。这类人既渴望亲密，又害怕亲密，内心充满矛盾。他们可能会在一头热地投入感情后，突然又冷淡下来，让伴侣摸不着头脑。书里有个案例让我印象很深，一个焦虑型的女性和一个回避型的男性在一起，典型的追逃模式。他越是想要亲近，他越是想要空间，他越是冷淡，他越是冷淡。两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，但收到的都是伤害。这种组合在亲密关系里特别常见。米勒说，如果不意识到自己的依恋模式，不做出改变，这样的关系很难善终。我读这段的时候，感觉像是有人在描述我的某段过去。那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却总是在互相折磨。现在我懂了，那是两个带着旧伤的人在互相碰撞。我们的依恋类型不是命中注定的。米勒说，通过自我觉察和有意识的练习，我们可以向安全型靠近，但这需要时间，需要勇气，有时候还需要专业的帮助。接下来，我想和你聊聊沟通，这是亲密关系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。米勒在书里讲了一个概念，叫自我表露，就是向伴侣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他说，自我表露是亲密关系的基石，没有它，两个人只是室友，不是爱人。但自我表露也有风险，说得太少，关系会疏远；说得太多太快，可能会吓跑对方。健康的自我表露应该是渐进的，随着信任的建立而加深。书里有个实验，让陌生人在45分钟内互相回答36个越来越私人的问题。结果发现，完成这个任务后，很多人产生了深厚的亲密感，甚至有人在实验结束后开始约会。这说明深度的自我表露能够快速建立连接。但米勒提醒我们，这种快速建立的亲密感可能不够稳固，真正的亲密需要时间考验。沟通里最大的杀手，米勒说是消极解读，就是当伴侣做了让我们不舒服的事，我们倾向于归因于对方的性格缺陷，而不是情境因素。比如伴侣忘记买牛奶，我们会想他就是不负责任，而不是他今天工作太忙了。这种消极的归因方式会让小矛盾积累成大怨恨。还有一个常见的沟通陷阱是要求退缩模式，一方不断提出要求、抱怨、批评，另一方则退缩、沉默、逃避。米勒说，这种模式在婚姻里特别常见，而且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。要求的一方觉得自己在努力解决问题，退缩的一方觉得自己在被攻击，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感到委屈，关系却越来越僵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起父母吵架的样子，母亲总是有很多不满，父亲则越来越沉默。小时候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回应，现在明白了，沉默有时候是一种自我保护。但米勒说，长期的退缩会让关系死亡。健康的关系需要双方都能表达需求，也都能倾听对方。书里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积极倾听，不是那种敷衍的而是真正的试图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。米勒介绍了一个技巧，叫复述，就是听完对方的话后，用自己的话重复一遍，确认自己理解对了。这听起来有点机械，但实验证明，使用这种技巧的伴侣，冲突解决的效果明显更好。我试着在生活中用了一下这个方法。有次和朋友闹矛盾，我忍住反驳的冲动，先复述了他的话。我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觉得我不重视你的感受，对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气氛突然就缓和了。
原来他要的只是被理解，而不是争对错。说到冲突，这是亲密关系里绕不开的话题。米勒说，冲突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冲突。他区分了4种冲突类型。多变型伴侣经常吵架，但吵完能和好，感情反而更深。确认型伴侣也会争论，但比较理性，能够找到解决方案。回避型伴侣很少正面冲突，倾向于忍气吞声或者转移话题。敌对型伴侣则互相攻击，吵完留下的是伤害，而不是理解。研究发现，前3种类型都能维持幸福的关系，只有敌对型是高危的。关键是2个人对冲突的风格要匹配，如果一个是多变型，一个是回避型，就会出问题。一个想吵清楚，一个想冷处理，2个人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。米勒还讲了一个末日4骑士的概念，来自另一位研究者戈特曼。这4种行为是批评、鄙视、防御和 stonewalling， 拒绝沟通。当这4种行为频繁出现在关系里，离婚的概率就很高。特别是鄙视，比如翻白眼、嘲讽、贬低对方的人格，对关系的伤害是最大的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关系，幸运的是，我还没有出现过鄙视的行为，但防御和批评是有的。当伴侣指出我的问题时，我第一反应总是解释、辩解，而不是承认。米勒说，这种防御姿态会让对方觉得不被重视，小问题也会升级。关于冲突，书里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发现。很多人认为幸福的伴侣很少吵架，但戈特曼的研究显示，幸福的伴侣也会吵架，只是他们吵架的方式不同。他们更关注具体问题，而不是人身攻击。他们会在争吵中穿插幽默和安慰。他们记得对方的好，不会因为一时的愤怒否定整个关系。这让我想起一个细节。书里说，成功的婚姻里，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的比例至少是5:1。也就是说，每吵1次架，需要有5次愉快的相处来平衡。这个比例叫魔法比例。如果低于这个比例，关系就会进入危险区。接下来，我想聊聊亲密关系的维护，这是很多人忽视的部分。米勒说，关系就像花园，需要持续的照料。他介绍了几种维护策略。首先是认知维护，就是调整对关系的看法，比如把伴侣的积极行为归因于内在品质，把消极行为归因于外部情境。这样我们会更欣赏对方，也更宽容。其次是行为维护，就是做一些让对方感到被爱的小事。书里提到爱的语言这个概念，说每个人感受爱的方式不同，有的人需要肯定的言语，有的人需要精心的时刻，有的人需要接受礼物，有的人需要接受礼物，有的人需要服务的行动，有的人需要身体的接触。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，而对方需要的是另一种方式，就会爱而不得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想起一个朋友的抱怨。她说她为男友做了很多，洗衣做饭照顾起居，但男友似乎并不领情。后来她才了解到，男友最需要的是她放下手机，专心陪她聊聊天。他给的不是他想要的。这个发现让她既委屈又恍然大悟。还有一种维护策略是共享活动。米勒说，一起尝试新鲜事物的伴侣，关系满意度更高。新鲜刺激能够激活多巴胺，让我们把这种感觉和伴侣联系在一起，重新体验心动。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伴侣需要一起旅行，一起学习新技能，而不是年复一年的做同样的事。书里有个实验，让结婚多年的夫妻一起做一些新奇刺激的活动，比如跳舞、攀岩。结果发现，相比那些一起做熟悉活动的夫妻，他们的关系质量明显提升。米勒说，这不是因为活动本身有多好玩，而是因为共同面对挑战时，我们重新看到了对方的吸引力。关于长期关系，
米勒还讲了一个关系紊乱的概念，这是指当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我们会开始质疑，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？这种质疑在中年危机时特别常见，但也可能出现在任何阶段。米勒说，关系紊乱不一定是坏事，它可能是关系转型的契机。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不安。有些人选择逃避，用出轨或者分手来解决问题；有些人选择压抑，假装一切都好。米勒说，健康的方式是直面这种不安，和伴侣坦诚的讨论。有时候，关系需要重新定义，比如从浪漫伴侣变成生活伙伴，从激情似火变成细水长流。这种转变如果处理得好，关系会进入更深层的亲密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聊聊书里最沉重的部分，关于背叛和修复。米勒说，背叛有很多种形式，不只是出轨，情感忽视、谎言、打破承诺都是背叛。背叛之所以伤人，是因为它摧毁了信任，而信任是关系的基石。书里有个章节专门讲出轨，米勒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数据，说大约 20% 到25% 的已婚男性， 10% 到15% 的已婚女性承认有过婚外性行为。但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，因为很多人不会承认。更惊人的是，还有大量的人有过情感出轨，就是对婚姻外的人产生深度情感依恋，虽然没有身体接触。出轨的原因很复杂，米勒说，不仅仅是性需求不满足，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婚姻里感到孤独、不被理解、失去自我。但这不能成为出轨的借口。米勒强调，无论什么原因，出轨都是对承诺的破坏。被背叛的一方会经历什么？米勒描述了背叛创伤的症状：持续的焦虑、侵入性的回忆、对伴侣的不信任、对自己的怀疑。有些人会陷入强迫性的追查，查看手机，跟踪行踪，试图找到安全感，但这往往让关系更加恶化。关于修复，米勒说，不是所有背叛都能被原谅，但有些关系确实能够重建。关键是背叛者必须完全诚实，承担全部责任，不能找借口。被背叛者需要时间来处理情绪，不能强求快速翻篇，双方都需要专业的帮助，学习新的沟通方式，重建信任。书里有个案例，一对结婚20年的夫妻因为丈夫出轨而濒临离婚，但他们选择了婚姻咨询，花了2年时间慢慢修复。丈夫切断了和第三者的所有联系，完全透明自己的生活。妻子学会了表达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压抑 resentment。 最终他们的关系比出轨前更亲密，因为这次危机迫使他们面对了之前忽视的问题。我读这个案例的时候，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为他们的修复感到欣慰，另一方面也在想，是不是所有的背叛都值得修复？米勒没有给出标准答案，他说，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、背叛的严重程度以及双方修复的意愿。有些人选择离开也是完全合理的。最后，我想和你聊聊米勒对亲密关系未来的展望，以及我读完这本书的一些思考。书里有整整1章讲亲密关系的变革。米勒说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亲密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同居不再被视为禁忌，离婚率上升，晚婚晚育成为常态，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开放式关系被更多人讨论。这些变化让传统的婚姻模式受到挑战，但也给了人们更多选择。米勒的态度是开放而审慎的，他认为没有一种关系形式适合所有人，重要的是关系中的双方是否真诚，是否平等，是否尊重彼此的边界。无论是传统婚姻还是新型关系，核心要素都是一样的：信任、承诺、沟通、亲密。他还讨论了科技对亲密关系的影响。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容易认识人，但也让出轨更容易，让比较更频繁。
我们看着别人精心策划的生活，怀疑自己的关系不够精彩。线上交流取代了面对面沟通，表情包代替了真实的表情。米勒说，科技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如果线上交流成为逃避真实亲密的工具，那就是危险的。读完整本书，我最深的感受是，亲密关系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，不是天生的本能。我们从小看了太多浪漫电影，听了太多情歌，以为爱情应该是 effortless 的，是找到对的人就能一劳永逸的。但米勒用大量的研究证明，好的关系是经营出来的，需要知识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完美。书里有个观点让我释然，米勒说，不存在完美的关系，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有问题。幸福的情侣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，他们更善于修复，更懂得欣赏，更愿意为对方改变。这让我放下了对完美爱情的执念，也对自己更宽容了。还有一个发现，关于孤独，米勒说，很多人维持不幸福的关系是因为害怕孤独，但研究显示，不幸福的婚姻带来的孤独感比单身更强烈，而且高质量的单身生活比低质量的恋爱更健康。这个发现让我重新思考单身恐惧。也许我们害怕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不被爱的感觉。深夜聊这些，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也许有些沉重，也许有些释然。我写这些的时候，窗外已经安静了，偶尔有车子经过，灯光在墙上扫过，又消失。我想起书里的一句话，说亲密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投资，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。这个投资不一定成功，但不投资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可能得到什么。所以，你准备好审视自己的关系模式了吗？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也许有些问题不是对方的错，而是我们共同的课题。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去学习，去改变，去成为更好的伴侣，也遇见更好的自己？我不知道答案，我只知道读完这本书的那个晚上，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很久没说的我爱你。我知道她一直在等这句话，而我一直在等自己准备好。也许亲密关系就是这样，我们在书里读别人的故事，最终是为了看清自己的路。夜深了，如果你此刻身边有人，希望你能放下手机，抱抱他；如果是一个人，希望你能抱抱自己。无论哪种状态都不丢人，都是生命真实的模样。明天见，愿你梦里有人等，醒来有事做，心中有爱，眼里有光。晚安。